782 PS 1000 Nm的 Bentley Continental GT Speed。Let's go！ 这个是第4代的 Bentley Continental GT Speed。那这个第4代的 Bentley Continental GT 標配就已經是 4.0 litre V8 Twin Turbo 搭配 PHEV 的這個 system， 所以它的這個 4.0 litre V8 Twin Turbo 能夠提供600 PS 跟800 Nm，but 因為它有 25.9 kWh 的 battery， 加上一個 e-motor， 所以它的綜合動力來到782 horsepower 跟1000 Nm， 0到100 3.2秒 ，which is Grand Tourer 簡稱 GT 車型，是 Ultra Luxury 級別當中最重要的一個車型，所以 Bentley Continental GT 一直以來都是這個 GT 車型的標杆 ，GT 車型的 benchmark， 所以現在已經來到了第4代的 Bentley Continental GT， 現在在馬來西亞的起步價從254萬起。那我今天試駕的這一台不是普通的 Bentley Continental GT， 這個是 Continental GT Speed， 那它擁有高達700多個 PS 跟1000 Nm， 但跟我上一次試駕第3代的 Bentley Continental GT 不同的是，之前那個是 6.0 litre 的 W12 engine， 2個 V6 加起來的 W12 engine， 但現在這個已經 downsizing 到 4.0 litre V8 Twin Turbo， 加入了 PHEV 的這個 Hybrid 系統，所以這台車子的起步價呢是從3059000起，然後一般上 Bentley 車主都會加入一個20萬到40萬的選配選項，像它的 Carbon Fiber 的這個飾板就價值差不多47000塊，接近5萬塊。然後它的這個 NAME 音響就差不多是104千這樣子，所以諸如此類的東西你可以去加。當然，如果你買到 Speed 車型，有很多東西都是標配，或者說 Non-Speed Version 選配不到的東西，像是 Alcantara， 它的這個車尾燈的這個材質等等。像我說的，它是 GT 級別的一個 benchmark， 所以不管是你說Ferrari Roma 或者 Ferrari Amalfi，Aston Martin DB12 或者是 McLaren GT、Maserati Gran Turismo， 都是以它作為一個挑戰的對象去設計的，因為他們講求的不只是 speed， 不只是快，而是 daily use， 要在歐洲大陸行駛1000公里、2000公里、3000公里，要穿越高速公路、鄉間小路，從康莊大道到羊腸小徑，這個Bentley Continental GT 都要能夠去 handle 它。所以影片開始之前，就訂閱我的 YouTube 頻道 ，follow Instagram， 靠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Let's go。外觀造型上呢，第4代的 Bentley Continental GT 在車頭就做了很大的這個修改。首先就是它採用了設計較為簡單的雙圓頭燈，而不是之前那個4圓的頭燈，所以看起來更加的 sharp。更加的 focus， 更加的精神。當然，車身側邊的線條也是一大的亮點，因為它採用了一個高腰線，超高腰線，從這個 bonnet 這邊一直拉到那邊。腰線就是說，一般上你的車門都會有一條線嘛，通常會設計在 door handle 這邊，所以它設計到非常高，所以這個高腰線就會有給你那種 stance， 那種氣勢，那種鎮得住場面，鎮得住整個。你知道嗎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的那種感覺，而且重點是它的後面這邊呢，就好像一個正在匍匐的那個可能是豹，可能是你知道嗎？老虎之類的，你看到嗎？就好像一個老虎坐着的時候，它的那個大腿的那個線條這樣子。所以它基於的是 MSB Platform， 也就是 Porsche Panamera 採用的那個平台。但不同的是 ，Panamera 是 4 door， 它是一個 2 door 的。GT 車型，所以它採用的這個 4.0 litre V8 PHEV 系統，其實也用在了 Panamera Turbo E Hybrid 上面。但是 Panamera as I say， 它沒有這個雙門車型，所以這個混合動力系統加上這個車身，就會讓你可以得到一種既可以用純電行駛，也可以享受到 4.0 litre V8 Twin Turbo 的那一種加速能力。因為大家知道這個。VW 集團的這一個 4.0 litre V8 Twin Turbo 引擎，其實也就是 Lamborghini Urus 上面的那一個 V8 引擎啦。所以你要知道，這是一個它融合了這個 Porsche 跟 Bentley 開發的平台，底盤技術，還有48伏的這個 Active Anti-Roll Bar System 等等，可以讓到你既能夠享受到運動的駕駛，也能夠體驗到豪華安靜的行駛體驗。
那車尾造型的變化就相對比較小，它同樣是2個圓形的尾燈，只是這個圓形尾燈的這個比例上面就看起來比較 slim。然後重點就是這個車尾燈了，因為你只有在 Bentley Continental GT Speed， 只有 Speed Variant 才可以拿到這個透明，好像鑽石閃亮亮一樣的這個車尾燈。所以你買的是 Non-Speed Version， 你的車尾燈一定是亮紅色，不會有這麼多 layer， 不會有這麼多層次，不會有這麼多細節的一個車尾燈，讓你從遠處就能夠知道這不是普通的 Continental GT。無邊框式的車門 Frameless Door， 然後它採用了這一塊雙層玻璃，好像4層玻璃這麼厚。非常的厚，隔音能力超強。所以一樣的，它是一個雙門双座車型，所以你把椅子倒過來，它就可以去後面坐。所以後面還可以坐2個成人啊，所以這個空間其實是蠻大的，成人都能夠乘坐。跟其他的 GT 車型不一樣 ，Continental GT 因為還有 Air Suspension， 整個車身的丟令都會比較方便上下車，不會說敲到頭、閃到腰這樣子啦。我覺得這個乘坐上車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從容、非常游刃有余的一個動作，這樣子。所以啟動引擎，注意到什麼嗎？它有這個旋轉式的這個 rotating display。所以我上一次介紹第3代的時候，我有講這個東西本身就是差不多1台 Myvi 的價格啦。所以因為它採用了 carbon fiber 的這個飾板，這一個東西是47000多塊馬幣的選項。然後因為它是 Speed 嘛，就採用了紅黑色的這個選配的皮革搭配，還有很多的金屬的質感，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跟第3代的 Continental GT 沒有太大的差別，就是你知道嗎？全部是金屬，每一個旋鈕，每一個摸到的東西都是很 high quality， 都是我們講 real thing 啊，不是那一種 plastic 材質，全部東西你按下去，每一個 button都是很閃很實在的，包括它的冷氣出风口的那個 chrome， 從我臉上你可以看得到那個 chrome 的反光啊。所以方向盤就搭配了 Alcantara，which 只有在 Speed Variant 可以拿得到，然後這個地方也有這個 Speed 的名牌。整個車頂 headline 呢都是 Alcantara 的材質，還有我最喜歡的 NAIM 音響，這個是我試駕這麼多豪華車，我覺得 NAIM 是最好聽的。它不是說它的那個功率輸出大，還是 speaker 數量很多，它整體非常的和諧，而且 NAIM 音響它会比較溫暖它的聲音，然後整個節奏感會比較強，它的個性跟其他德系的這些豪華音響不同，這個也是 NAIM 沒有記錯，它只有跟 Bentley 跟 Pininfarina 合作而已。當然這個音響104千啦。782 PS 1000 Nm的 Bentley Continental GT Speed，Let's go！ OK， Alright， so 這個是第4代的 Bentley Continental GT Speed。那這個第4代的 Bentley Continental GT 標配就已經是 4.0 litre V8 Twin Turbo 搭配 PHEV 的這個 system， 所以它的這個 4.0 litre V8 Twin Turbo 能夠提供600 PS 跟800 Nm，but 因為它有 25.9 kWh 的 battery 加上一個 e-motor， 所以它的綜合動力來到782 horsepower 跟1000 Nm。0到100 3.2秒。所以坦白講啊，在2025、2026、2027年0到100 3.2秒這個東西已經不像5年前、10年前這麼稀有、這麼稀缺。這個動力我覺得你知道嗎？大部分的車子都做得到，不一定要到 Ultra Luxury。因為我上一次駕 Bentley Continental GT 的時候是一個 6.0 litre W12 的 engine， 那個 W12 engine 已經停產，所以現在他們就用這個 V8 引擎 V8 PHEV 來替代掉它。所以因為它整個 system 算是改了很多，所以其實你在駕起來的時候，虽然它的dimension wise 差別不大啦，就是你知道嗎？不到2900mm 的這個車身軸距車長等等都沒有改太多，甚至外觀造型也只是進行了非常有限的這個修改。But 因為它的這個 PHEV 系統讓到它的 weight distribution 有了很大
很大的不同。之前是55、45，现在是49、51，所以它现在这个 Continental GT 虽然比 W12 的重了接近160公斤，但是你会觉得车子的整个重心是比较不会这么头重脚輕啦。大家知道 Continental GT 一直以來就是重量都在你知道嗎 2.2 噸、2.3 噸徘徊。那現在這一台的官方數據呢，就是從2459公斤起。講到這個車重啊，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在駕 Continental GT 的時候，坦白講在那個年代啦，不久而已，我看maybe 3-4年前，我們講到一台車子2.3噸是很誇張的。可是這3-4年來，我們駕了太多電動車，隨隨便便都是2.5噸以上包括我們講這個最新的 Rolls-Royce Spectre 2.8 tons 2.9 tons， 所以你現在回到來 Continental GT 2.4 2.5， 我覺得你知道嗎？我覺得它已經不再那麼可怕，不再那麼頭痛了。更何況現在這個 Continental GT 不管你買到哪一個 variant， 它都是標配了 Bentley Dynamic Drive Equivalent to PDCC Porsche Dynamic Chassis more or less 是一樣的 technology 啦 but Bentley 它的 tuning 它會更加的 smooth， 更加的冷靜一點，然後它更加的舒服啦，整個布局上面，整個格局上面，你在 Sport Mode 的時候，你只要稍微的加速 Go Brake 到 Shift Third Gear它非常的 smooth， 所以傳統的車子就是從自然進氣引擎過渡到 Single Turbo， 那你有 Single Turbo， 你就需要多一顆 Turbo 去抵消掉它的 Turbo lag， 於是有了 Twin Turbo。所以有了 Twin Turbo 之後呢，有些人可以做到沒有 Turbo lag， 但畢竟 Turbo being Turbo， 它還是會有那個慣性，它會遲疑，它會遲鈍。所以 Electrification 的這個好處就是這樣子，它可以利用電動馬達去彌補掉那個power cut 啊，就是你知道嗎？你在換擋的時候，你的 gear 跟 gear 之間它會有一個喘氣的空間，所以它現在就讓到這個車子它有一點像是駕電動車了啦 which is 它可以純電動行駛81公里 in EV mode EV drive， 因為 25.9 kWh 的這個電池啊，那電池本身就大約是300公斤的重量，所以 you know let's go one more time go Right， 經過了剛才的這個高速公路行駛，我們現在就來到了 Janda Baik 的小路，不是小路，是很小條的路。說這樣子的這個 road condition 啊，這樣子的窄的路其實基本上在歐洲是非常普遍的，不管你在奧地利、你在瑞士、意大利、法國、葡萄牙等等，所以在小路舒服的行駛，舒服的乘坐，這個對於豪華 Ultra Luxury 的這個車子來講是至關重要的。所以雖然你知道嗎，這個 Ultra Luxury 的 GT 我們知道有 Ferrari 有作品， McLaren 有作品， even Maserati 也有作品。我覺得 Bentley 作為一個 benchmark， 作為一個標杆，它的舒服程度是無人能及的。因為我們來到細分市場的消費者，他們你知道嗎？你會擁有 Continental GT， 你的車庫裡面至少有10輛、20輛車子，所以你買車子的目的性是很明確的。Let's say 你買到 Ferrari Roma、Ferrari Portofino 或者 Amalfi， 你要的就是那一種很 sporty， 即便它是 GT 吧，它還是 not so GT。可是這個是 100% 100%的 GT 車型，所以即便它的車身重量來到 2.5 噸，但是因為它有 rear wheel steering 跟 48V的 Active Anti-Roll Bar， 所以你在輕擺，我現在駕不快，我現在駕去多少？我現在30多，而且我的這個 Lithium Battery 還可以讓我行駛19公里，所以我們現在是在 EV Drive， just drive like an EV， sounds like EV， 它就是一個 EV。所以我們都知道它在市場上的直接對手其實是 Aston Martin DB12， but 我個人會傾向於把它的對手定位在 Rolls-Royce Wraith， 現在沒有了，現在是 Rolls-Royce Spectre。所以 Spectre 就有意思了，因為 Spectre 用102 kWh 的這個 battery， 只可以給你502公里的 range。把這一台 Continental GT Speed 呢，它的油電混合可以給你超過800公里的 range， 所以 zero range anxiety。你要用電走81公里，你要用油，
你知道嗎？這麼大的 fuel tank，你要走多遠都可以。Bentley 跟 Rolls-Royce 就是有很深厚的淵源跟歷史，可是他們走了2條不同的路。So Rolls-Royce 呢，它是 from 12 cylinder to no cylinder。OK， 直接從12個氣缸變成沒有氣缸。可是 Bentley 從它的 W12 要變成 EV 之前，它有一個過渡期，它有一個怎麼講？它有一個比較 practical、比較實際的選擇，就是 downsizing W12 給它變成 V8， 然後再加入一個電動馬達。你知道嗎？Rolls-Royce Spectre 啊，去到接近3噸啊，它只是比它輕了500多公斤，電池小，引擎也不大啊，比起12 cylinder 是不大啦。OK， 類似我現在我不要 EV drive 了 ，no cylinder， 8 cylinder。OK，right， 所以我們現在稍微 push 一點點。Go。OK， 它可以，但不代表你需要這樣子做。I can, doesn't mean I have to。就是你知道吧 ，Bentley 你就這樣靜悄悄、無聲無息的。所以我覺得這個 Continental GT 的 NVH 啊 ，is next level， 已經你看，你可以聽到這些聲音，你看安靜到這樣，你看。哇，安靜到會耳鳴啊！大家知道輪胎是車子跟馬路唯一的接觸面，所以它用的這個是22寸，因為是 Speed PNCS Pirelli Noise Cancelling System 的這個靜音輪胎。所以靜音輪胎裡面就會有 diaphragm 去吸收掉路面的這種震動啦、vibration 啊各種，所以當你去到 Comfort 的時候呢，它的這個 Air Suspension 它是有這個雙腔的空氣懸掛，所以它可以根據路面的這個狀況去調整。歐洲車、歐系車都是比較硬，可是它可以給到你那一種很不歐系車的乘坐感，很 floating 啦。你看，馬上 feel 到 immediately， 你看。對，所以當你回來的時候，它的 body roll 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but 我覺得太 comfort 了。我們還是回到 Bentley Mode 比較好。經過了這幾個小時的這個試駕啊，這個 Bentley Continental GT 它是一台真正能夠讓你坐在上面穿越5個國家、穿越6個國家，開着它1個星期、2個星期、3個星期都不會感到疲倦，都不會感到厭煩的。因為你知道嗎？如果你在 Bentley Mode 待得太舒適，你想要一點刺激，轉一下它就馬上 kicks in， 要來一點刺激的，而且它是 4-wheel drive， 冬天、秋天、雪地、濕地，只是 brake in 的 timing 要早一點 brake。OK， go， 到 shift。我覺得很不便利啦，就很違和啊，你知道嗎 ？Carbon fiber Alcantara 4 liter V8， 砰！你看到那個 logo， 是 Bentley 啦 ，come on！ 我覺得這個就是它的魅力啦。你要斯斯文文，然後你要很暴力也可以，但它沒有到所謂的 high performance car 的那一種暴力，這就是Continental 最吸引人之處。我覺得它是一台可以 keep 着很久的車子。這個就是哇，看 rear wheel steering， 你覺得車子很 bulky 很大，但是它還有很多活動空間，你看。而且那個 body roll control， 哇，這麼窄路，這麼窄的路 ，OK， 回來呀。那經過了今天的這個高速公路鄉間小路的試駕之後，我覺得 Continental GT 啊，它真的是在 Bentley 全面進入電動化之前，這個 4.0L V8
PHEV 系統能夠提供給你，怎麼講？你不用說去到3噸，去到2.9噸，你只要維持在2.4、2.5噸，可油可電，大馬力跑快的 GT 車型很多，很容易找。你要600匹、700匹、800匹，在今天都不是難事。而重點是你要怎樣把這個動力給隱藏起來，讓它能夠收放自如。而且Bentley的這種稀缺性，它提供給你的附加選項，它的整個車子的形象等等都是偏向低調、沉穩。經常有一句俗話講，就是 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我覺得用來形容 Bentley Continental GT 是一個最好的形容。它有很深不見底的這個源源不絕的1000牛車米的，但是你在日常行駛你感覺不出來，因為它可以類似一個 EV 電動車這樣子，又不會太重。然後運動能力也有，所以預知更多詳情，歡迎留意我的 YouTube 頻道。對這台車子有興趣的朋友，歡迎聯繫 Bentley Kuala Lumpur。我是蔡主意，希望你們記得 follow Instagram、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 2, 1 cut。